有个抹茶好吃、樱花好美的国家，自从新首相上台以后，不断加强对于媒体的控管，像是威胁暂停电视台执照、游说企业不下广告在补听华的电视台等等。今年初，更有许多评论员和主播受到神秘压力，消失在荧光幕前。他们在离开前都曾大力抨击政府的作为。这些事件让许多外国媒体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痛批，说这妨碍了新闻自由。到底是哪一个国家这么胆大包天呢？我知道了，这是日本，一个打击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啊！新闻自由那是啥？在一个民主国家，咱们人民当然就可以自己做主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事情，为国家社会做决定。既然要做决定，就需要资讯，但大家每天忙着养家活口，哪有时间去收集这些资讯呢？而这些资讯当然也不会白花花的从天上掉下来，这时候就有一群人蹦蹦蹦的为人民到处收集资料，让我们可以迅速了解国家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就是所谓的新闻。也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帮我们上刀山下油锅、发现问题的新闻媒体太重要啦，所以只要他们的采访符合公共利益，就不可以让他们的采访和报道受到干扰。而这就是所谓的新闻自由啊！好吧，那新闻自由到底哪里重要嘞？新闻媒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监督政府。但如果政府好坏做拍歹机，不想被监督，就会用各种方式关心媒体，像是逮捕记者啊，或是划定一个区域说记者只能乖乖在这里采访啊，都是滥用公权力在妨碍新闻自由。那政府背地里做的坏事，我们芸芸草民就完全看不到了。好可怜哦。那台湾呢？大家似乎觉得新闻根本太自由，哪来的不自由啊？对哦，近年台湾发生许多社会运动的现场，其实都发生过记者被警察殴打、禁止采访等等的状况。更可怕的是，台湾的新闻自由除了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以外，money 的商业力量也是很吓人的。它会让你分不清楚自己在看广告、看新闻，还是在看8点档。这也是新闻自由被欺压的状况。叽里呱啦说到这边，相信大家都稍稍了解什么是新闻自由。我们经常觉得，侵害新闻自由都像是北韩之类的集权国家，民主国家就一定有新闻自由，但其实这是太过简单的二分法。像一开始提到了日本政府，虽然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主先进国家，但它也会利用国家公权力不断打媒体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越来越庞大的商业干预，新闻自由就只能在政治和金钱的夹缝中求生存啊，好可怜哦。不过媒体自己也不能把新闻自由当作免死金牌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新闻自由还是有界限的，例如辱骂啦、诽谤啦、歧视啦等等的新闻都是不被允许的。所以我们虽然努力捍卫新闻自由，但同时也要呼吁媒体自律，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好的资讯环境，让社会不断up。好的，今天的目击者就报道到这边啦，拜拜。